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意念穿梭三维世界。这项研究由鲁汶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合作完成。研究团队利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现了三维虚拟现实导航。他们同时记录3个运动脑区的神经信号，采用纯被动视觉训练，无需任何肢体动作。猴子仅通过意念就能在虚拟森林中自由行走，这为瘫痪患者未来使用脑控轮椅提供了可能。实验验证了多脑区协同解码的可行性。该工作标志着脑机接口从2维迈向3维空间，核心愿景是跨越从2维光标到3维导航的鸿沟。过去的脑机接口仅限实验室中的2维控制，例如简单的光标移动或机械臂抓取物体，未来则需要在动态立体的物理世界自如穿梭，比如驾驶轮椅绕过沙发和茶几等障碍物。左侧插图展示了过去网格和红点的局限场景，右侧客厅环境预示了真实空间的导航可能性。终极目标是让瘫痪患者实现无缝的3维意念导航。传统 BCI 运作于简单2维无特征平面，创新 BCI 采用高度拟真3维虚拟现实环境。神经源头方面，传统仅依赖初级运动皮层 M1， 创新 BCI 协同 M1、PMD 与 PMV3 脑区。训练门槛上，传统需要肢体尝试运动配合，创新 BCI 仅需被动视觉训练，无需肢体动作。任务复杂度上，传统是离散按键或点对点移动，创新 BCI 能实现连续导航、视角动态跟随与突发避障。3大核心技术引擎共同驱动意念导航的突破。多脑区协同解码突破单一脑区限制，同时从初级运动皮层、运动前区提取高维速度意图拟真3维环境，引入动态相机追踪、视角变化。连续物理引擎仿真提供沉浸式空间导航体验。极简被动训练法仅需7分钟纯视觉观察，无需任何肢体动作即可完成算法自适应。这些技术共同构成3维意念导航的核心底座。硬件架构是打通大脑与虚拟世界的桥梁。120赫兹3维显示器逼真再现3维空间景深，60赫兹液晶快门眼镜实现低延迟双目立体视觉，犹他阵列电极以30千赫兹采样率捕捉单神经元脉冲。物理拘束系统确保实验全程无真实肢体移动，解码器接收头部神经信号并驱动 VR 引擎。这套装置将意念从脑内传输至虚拟环境，它为纯被动训练提供了可靠的硬件基础。脑区包含初级运动皮层和背侧与腹侧运动前区。M1 主要负责直接运动执行和物理指令下达， PMD 参与复杂运动准备与宏观空间导航规划， PMD 负责高阶视觉运动转换并精细抓取规划。每个脑区分别植入一个96通道微电极阵列，同时监听3大区域是实现复杂3维控制的前提。传统 BCI 仅依赖单一 M1 区域，而本研究最终扩至3区。多脑区协同解码提升了高维空间导航的鲁棒性。被动训练的核心是让猴子身体完全固定，它仅用眼睛观察屏幕上 AI 控制的球体移动，这一观察过程仅需7分钟就能完成。BCI 算法在没有任何肢体运动的情况下，仅通过观看就能准确捕捉大脑的导航意图。训练结束后，猴子立即获得3维实时控制权，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冗长的重新校准步骤，这意味着完全瘫痪患者也能凭想象快速学会控制。PSID 解码架构由5个关键步骤构成。第一步是256通道的神经脉冲实时采样， PSID 算法从中优先提取6个潜在神经状态。随后 Nestrom Kernel 捕捉高维信号的非线性模式，领回归将这些特征转化为精准的物理坐标，最终输出实时的3维速度矢量驱动 VR 引擎。相比传统线性滤波器，这种架构在50毫秒更新率下实现了高度复杂的3维意图解码，这是整个闭环系统的算法核心。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5级递进的虚拟挑战，第1级是2维平面控制的基础测试，第2级引入全景森林与动态视角跟随，第3级加入高度维度考验3维空间导航，第4级模拟目标突然瞬移的意外场景，第5级设置物理障碍测试主动避障能力。这套递进式任务从简到繁，逐步逼近真实环境，每个等级都对应未来脑控轮椅的一项核心需求。5级挑战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全面评估体系。本关任务控制虚拟球体移动到5个随机目标点，3只测试猴极短时间内完全掌握任务，单次测试最高成功率飙升至96%，
这个数字远超 20% 的随机概率基准线。3只猴子的平均成功率均呈稳定上升趋势，最终稳定在 60%到90%之间。该关卡验证纯意念驱动2维位移的可靠性，这为后续复杂3维导航任务打下坚实基础。虚拟场景从单调平面升级为茂密森林，猴子需控制化身在动态视角中连续导航，目标会随机出现，且相机随角色旋转追踪。尽管背景干扰复杂且视角频繁切换，系统平均成功率仍维持在 60% 到 70%， 这证明大脑解码能力能无缝适应不同视角，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，控制都稳定可靠。结果验证了系统在复杂视觉环境下的鲁棒性，这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关键一步。目标升至系柱顶端，要求3维复合运动，这打破了2维平面的限制，引入高度维度。左图是2维地面目标，右图是立体柱顶目标。动物未经额外训练，直接挑战高度变化，它们展现出了直觉般的3维适应能力。测试显示，平均成功率高达 69%，2维到3维跃迁，证明脑机接口提取立体意图，结果证明能从运动皮层解码立体空间轨迹。真实物理世界充满意外，轮椅前可能突现行人。本关任务中，目标方块会突然瞬移到新位置，动物需在极短时间内改变大脑神经信号，反应时间约为661毫秒至1058毫秒。它们凭借意念迅速调整移动方向，面对突发状况，成功率依然稳居 80% 以上。从轨迹折线转向可看出快速调整，这验证了 BCI 系统应对突变场景的能力。第5关引入随机红色障碍物，拦截通往目标的必经之路。意念控制的虚拟球体学会了主动规划路线，绕行而非硬闯。面对复杂路径上的障碍物，成功绕行并抵达目标的成功率高达 63% 到 69%。这些轨迹平滑地从障碍物两侧绕过，展现了大脑的非线性避障策略。自主生成避障轨迹的能力，标志着系统具备了支持居家环境导航的潜力。对于未来的智能脑控轮椅而言，能绕开沙发和茶几是基本要求。该测试证明解码器能处理物理世界的空间约束，从直线移动到曲线绕行，实现了真正的意念导航升级。3项核心测试的成功率，系统表现远超随机概率。中心发散测试中 ，BCI 达到 83% 的惊人成功率，而随机基线概率仅为 20%， 差距超过4倍。瞬移反应测试下，系统成绩稳定在 82%， 此时的随机基准线只有 26%， 优势依然巨大。最复杂的避障任务 BCI 成功率为 69%， 对应的随机概率仅 23%， 远低于系统水平。所有5项测试 P 值均小于 0.0001， 极显著。固定解码器仅在最简单的2维平面上完成初始训练，它只观察了3个目标点的移动过程。训练完成后，无需任何算法重写或重新校准。这个固定解码器直接应对了全新的任务场景，包括3维高度变化、动态视角森林与突发障碍物。多项测试的成功率均维持在 60% 到 80% 以上。这意味着未来瘫痪患者不需要每次换个房间就重新训练，极大提升了脑控轮椅在居家环境中的实用性与鲁棒性。传统观点认为，初级运动皮层是脑机接口的核心，但这项研究打破了这一认知。通过离线解码对比，腹侧与背侧运动前区的组合持续超越单独 M1 区域。在复杂测试中 ，PMV 甚至占据解码器高达 60% 的控制权重。这表明运动前区在3维空间规划中提供不可或缺的高维导航意图，尤其在连续导航任务里，运动前区的优势更加显著。这一发现为未来植入位置选择指明了新方向。虽然基于离线数据，但证据充分且一致。运动前区将成为下一代3维 BCI 的关键枢纽。闭环系统让大脑与解码器以及 VR 屏幕形成实时交互循环。50毫秒级的处理延迟保证了视觉反馈的及时性。在线闭环表现显著高于离线模拟回放的成功率。离线状态下的计算机回放无法重现同样的高性能，因为猴子会根据屏幕上的微小延迟动态调整神经放电。这种主动优化正是闭环控制的核心优势所在。实验数据断层明确指出，大脑具有惊人的自我进化能力。系统不仅在解读大脑，大脑也在学习如何驾驶系统。眼球运动与3维空间轨迹之间不存在核心驱动关联。
手臂肌肉的轻微抽动与速度指令相关性几乎为零。严格测量表明，这些因素对解码没有实质贡献。系统控制完全依赖纯粹的大脑皮层意图，这对于完全瘫痪的患者是技术生效的绝对保障。即使眼球或肌肉已无法移动，意念指令依然可被提取。实验通过眼动追踪和表面肌电信号完成了双重验证，该结果彻底排除了非神经信号的干扰可能性。臂障任务中，猴子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控制风格。测试体2采用极限切弯，轨迹紧贴障碍物边缘；测试体3采用安全宽弧，划出大半径弧线轨迹，颜色分别为橙红与青蓝，差异非常明显。这个现象说明，意念控制绝非刻板的完美直线，每个个体都发展出高度个性化的脑控策略，这标志着 BCI 从输入设备变成了身体延伸。这种个性化策略验证了系统的神经可塑性。从实验室到客厅，3大临床应用启示值得关注。固定解码器的泛化能力让患者免去每天校准。纯被动视觉训练让完全瘫痪患者也能胜任。系统原生支持3维高度视角变换与动态臂障，这些能力直接对标未来的智能脑控轮椅。固定解码器仅需最简单环境训练1次即可，这意味着患者换房间无需重新校准轮椅系统。纯被动训练靠视觉观察，无需任何肢体动作。非人灵长类实验验证了意念3维导航的可行性。研究首次揭示，运动前驱主导高维空间导航复杂任务中 ，PMV 脑区占据 60% 解码权重。被动训练仅需7分钟观察，无需肢体动作。系统成功实现了3维飞行、动态臂障、目标瞬移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 0.0001， 差异显著。固定解码器无需重新校准即可泛化到全新场景。当前研究仅限于动物实验，临床转化需解决安全性。下一步需在人体临床试验中验证其可靠性与稳定性。